将军镇凶兽，光月战魔龙，群雄奋起，鬼岛癫狂，意想不到的变身，意想不到的能力，这场注定改写命运的决战，顶尖战力的交锋，还将碰撞出什么火花？大家好，我是朱二本。海贼王1019话直升角龙已经更新，这一话是两个硬汉之间的较量。宰了你！奎因一声怒吼，三人铁爪激光炸裂，朝着三智狂轰而去，一时间宴会厅地板承受巨额伤害，海贼们惨叫连连，三智却凭借灵巧移动，轻松闪躲。想起了那个痴迷激光的变态男子，雷射激光的技术啊，弗兰奇看到的话肯定会很感兴趣的吧。不远处的地面上，索隆却被吓坏了。毛皮族的米山羊医生正准备给索隆注射传说中的恢复秘药，之前的绷带藏得太紧，不得不用力将针管扎进去。没想到绿藻头看到针头就直接大喊起来：“你这医生真的没问题吗？喂，难道除了路痴，他还晕针吗？”此时鬼之岛下方的大海上，极地潜水号浮出水面，路飞被红星海贼团救下，肚子里喝下的海水总算被挤了出来。医生们围在昏迷不醒的草帽身旁，看着他脸色凝重，双目无神，浑身伤病，动弹不得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不知道究竟应该喂什么药，还是给他输什么液。最后还是病人自己出了主意。只见路飞突然颤抖起来，用尽所有力气大喊：“路飞专属的救援方案果然还是食疗。就在草帽一伙极大战力恢复的空档期，反叛的给付者们没有停下攻势。鬼之岛右脑塔内，蒂姆的装甲部队在几名真打级别干部的带领下，开始扫荡凯多势力。这里就交给我们了，快把蒂姆干掉吧，铁人大哥！秋行从斯迈尔的逆者向弗兰奇示意，男人间的支援就是如此简单而直接。喂，装甲部队，虽说这是敌人的能力，但你们这是实打实的叛变啊！三角龙气急败坏。自己调教出来的百兽海贼团引以为傲的机甲之力，现在却变成了敌人的强大助力。眼前这个草帽一伙的铁人也是相当顽强，看起来局面不好收拾了。蒂姆脸色一沉，催动动物系的野性狂暴，三角龙庞大身躯瞬间化作双足而立的猛兽战士，手持尖牙黑刃，头顶铁臂盾枪，腹部渗透血迹的微日伤痕，用痛楚刺激着怪物的疯狂。这即是龙龙果实古代种三角龙最强的人兽形态。众叛亲离，只会让他肆无忌惮，准备开始屠戮。猛兽剑士发动刀刃机关，只见原本贴附在剑身上的细小刀刃，如同被注入灵魂的活物一般，一片片竖立起来，开始疯狂旋转。这把怪异的利剑终于露出真正的獠牙，它竟是一把激光螺旋刀。弗兰奇大吃一惊，这条恐龙到底还藏着多少黑科技啊？但他不能退缩，否则这些刚刚加入的新伙伴就要遭殃了。激光螺旋刀凶光毕露，此时机甲部队扫清海贼，不顾弗兰奇的劝阻，跑过来支援。蒂姆冷笑一声，没有了废物碍事，真是太好了。现在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人了吧？三角龙突然仰起头，只见脖子上警盾开始高速旋转，如同直升机的螺旋桨一般，强大的推进力将蒂姆庞大的身躯带向半空。弗兰奇直接傻眼，一只恐龙还能做到这种事吗？给付者惊慌起来，他们已经认出了那是蒂姆的杀招，连忙劝阻弗兰奇逃跑，但疯狂的三角龙可是谁也不打算放过。蒂姆大吼一声，一记直升角龙从天上急速俯冲，一头扎入背叛的装甲部队当中，死亡莲华变成绞肉杀器，即便是拥有后甲的给付者也被轻易撕裂，一时间血肉横飞，惨叫不迭。直升角龙完成猎杀，飞回空中。这一次，他的猎物只剩下那个铁人了。蒂姆再次从天而降，螺旋刀刃与急速冲击的双重加持，化作强力斩击，威力惊人。弗兰奇将军双手举起巨剑，将剑气挡飞。只见余波扫向阁楼，直接劈成两半。不知道凯多会不会心疼，反正弗兰奇心里有余悸。这是什么动作？怎么突然变成了空战？三角龙本来就是这种类型的恐龙啊！蒂姆回到地面，激光螺旋刀停止作响，反手收刀入鞘。既然用剑刃会被挡掉，那就用别的招式干掉你。三角龙警盾再次转出死亡莲华，准备用强力冲击撕碎钢铁海贼。弗兰奇抬起左腕，将军之盾整装待发，准备从正面接下杀招。两大战力准备决一生死，矛盾之争到底谁会胜出呢？突然，蒂姆往反方向推飞出去，战场沉默了。那家伙刚才是弄错螺旋桨的方向了吗？而且还往后走，他在搞什么鬼？弗兰奇小心翼翼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尴尬。蒂姆红着脸说道：“助跑距离确认完毕。”骗鬼呢你！闭嘴！距离越长，冲击的威力就会成倍增加。接招吧！三角龙再次冲向弗兰奇，如同一枚爆轰而出的灾厄重炮轰向对手。这一记弹丸角龙即是蒂姆的得意杀招。钢铁海贼仰仗记忆金属的超强韧性，深深挡住三角龙炮弹，但左臂的火箭弹夹还是没有抵抗住巨大压力，瞬间爆炸。弗兰奇奋力稳住身形，将所有能量聚集在双臂之上，扣紧蒂姆身躯，借三角龙冲击之力，顺势腾转形体，一记将军背摔，借力打力，打出海贼奇袭。蒂姆措手不及，与坚硬的地板来了个亲密拥吻。三角龙躯体埋入地底，脆弱腹部暴露无遗。
弗兰奇盯着那个位置伤疤，突然意识到，他也许就是击穿这坚硬龙角的突破口。钢铁海贼乘胜追击，再次举起巨剑，胜利微闪凌空斩下，却直接扑了个空。蒂姆迅速飞起，躲开致命一击。第二轮较量开始，徒手决力改为剑术比拼。弗兰奇将军持剑猛攻，但剑技并不是他的长处。大开大合的胡乱挥砍被蒂姆灵巧拆解，反手一击直接将钢铁海贼的巨剑削断。三角龙开始反击，弗兰奇处于下风，只能先狼狈开溜。他知道前面就是宴会厅，绝不能放任这样的家伙过去。只要拉开距离，也许能争取一点时间。蓄力完成就能翻盘。只见钢铁海贼双臂并拢，记忆合金变化管道，两大火力合二为一，风来能量急速膨胀。蒂姆当然不会姑息对手，在身后穷追不舍，肆意挥砍，居然逃跑，真是不知羞耻。但无论他怎么骂，弗兰奇就是避而不战。蒂姆眼看距离拉开，一记弹丸角龙旋即轰出，化作死亡旋风，摧枯拉朽而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弗兰奇将军能量积蓄完毕，双手交合锁死目标，准备完成增强版狮吼炮之惊天巨响，风炮炸裂，无可撼动的战役携全部能量宣泄而出，绝地反击，逆转攻势。这一记将军炮直接将弹丸角龙轰上天际，蒂姆重创，口吐鲜血。然而古代种的疯狂还没有被摧垮，我可是恐怖的象征，百兽海贼团的飞溜包啊！蒂姆嘶吼着，再次从天际俯冲，使出必杀一击，是要干掉对手。弗兰奇将军能量用尽，寸步难行，被恐龙重炮直接命中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钢铁海贼支离破碎，变成一堆废铁。弗兰奇被甩出舱体，四仰八叉，胜负已分了吗？准备完毕！一声低吟，惊呆蒂姆。他的眼前划过一道璀璨闪光，那个原本应该被击败的家伙，竟然还留有后手。不，应该说，他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刻。这才是钢铁硬汉真正的浪漫。弗兰奇一声大喝，无穷机关瞬间迸裂，射出崭星，轰向蒂姆，贯穿三角龙 V 字伤口，炸出身后的惊天巨爆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没错，蒂姆再也看不到了。这一记，弗兰奇之原子团光线将三角龙彻底击溃，重重砸欧地面，失去意识。弗兰奇喘着粗气，这场胜利来之不易，但战争还远没有结束。此时的鬼之岛屋顶上，霸气碰撞，铁棒争鸣，父子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大和，我承认，你作为一个战力还算不赖。这个喜欢用战力衡量世界的父亲，对待自己的女儿也是毫不留情。大和奋力还击，这是为人父母该说的话吗？凯多攻势没有片刻减弱，似乎要好好测试一下自己这个笨蛋儿子。我大费周章才得到那个恶魔果实，自始至终也没有打算让你吃，当时只不过是肚子饿了。我也完全没有想到，明明想出海的我，如今却变成了旱鸭子。大和的回答决绝而坚定，长久以来的等待终于要结束在今夜。我无数次想要杀了你，又无数次被你打败，拜你所赐，现在的我变得更强了。将我困于此处的理由，并非内附手铐。只见仙兽将士踏月而来，身披焰云，斗气澎湃。大和手持铁棒，蜕变为圣兽武者，如梦如幻，无暇坚定，与眼前的狰狞魔龙针锋相对。要是不为这个国家而战，我又如何能自称御天？少女已有觉悟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19话的主要内容啦。本话继续推进鬼之岛战局发展，蒂姆被弗兰奇击败后，飞溜包只剩下黑色玛利亚。下一话很可能就是他与罗宾、布鲁克的战斗了。索隆获得毛皮族复活卡一张，接下来暂时买手的绿藻头会去与哪个干部对位呢？当然，本话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和的人兽形态，显然并非一般动物系能力。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对大和能力的看法哦。我是朱尔本，下一期我们来分析1019话的细节和伏笔。